市面上的热水器有很多个种类，但主流的还是燃气热水器和电热水器。如果你家里没开通燃气，那么储水式电热水器一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因为电热水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技术相对成熟，使用方便快捷，而且热水恒温性能好，价格相对也比较亲民。但是很多人对电热水器的选购还是一知半解，导致买到了不成熟的产品。虽然价格便宜，但是买到家发现不好用，使用体验差，白白花了冤枉钱。其实选购电热水器也没那么难，只要认准以下这6个方面去选购，你也能买到一款既好用又安全的电热水器。1. 看升数电热水器的容量，一般是40升到100升。那具体选多大的合适呢？有些人会告诉你，根据家里人口数量来选，比如1至2口人就选40升的。其实这么选就很容易踩坑，因为每个人的洗澡习惯不同，有些人洗澡时间就比较长，而且夏天和冬天的净水温度也会有所不同，因此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。所以原则上来讲，电热水器能选大升数的就别选小升数的。我的建议是选大不选小，至少60升起步。咱们都知道，电热水器是储水式热水器，热水用完了以后还需要2次加热等待时间，一旦热水器的容量买小了，会严重影响用水体验。2. 看加热方式，电热水器的加热效果好不好，快不快，主要看它的加热方式。目前市面上的热水器加热分2种，单管加热和双管加热。其实早期的电热水器普遍采用的是单管加热，加热时间长，速度慢，还比较费电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有更先进的双管加热技术，比如市面上常见的变频加热和分层加热，其实都属于双管加热。双管加热不仅加热效率高，而且还节能省电。其中变频加热可以手动调节档位来控制加热水温，提升加热效率，而分层加热属于双棒分离，它的特点是可以实现半胆加热功能，用半胆加热速率更快，大大提高加热效率。所以建议大家认准双管加热的电热水器。3. 看内胆材质，要知道内胆是电热水器的心脏，直接影响使用体验和使用寿命。内胆质量太差的话，不仅保温性能差，如果出现破损，就会发生漏水漏电的情况。而好的内胆，不论是密封性还是保温性以及耐用性都更好，基本上使用8至10年都没问题。目前电热水器的材质主要有镀锌内胆、搪瓷内胆、不锈钢内胆3种，其中镀锌内胆一定不要选，这种内胆质量最差，容易结垢，使用寿命也短，只有少数的低端热水器还在用。性价比最高的要数搪瓷内胆，搪瓷内胆的抗压能力强，耐腐蚀，不容易漏水，而且成本适中，还有不错的使用寿命。另外，市面上的一些名牌会给内胆起一些高大上的名字，叫什么钛金内胆、金刚内胆、蓝钻胆等，其实都是搪瓷内胆的一种，只是加了涂层而已。不锈钢内胆的制作工艺比较高，成本也贵，一般用在少数的高端热水器上，这里就不展开说了。4. 看安全性，电热水器的安全性是重中之重，如果不想洗澡时发生触电的情况，一定要选择带有安全防护系统的热水器。其实安全系统就是漏电保护能力。目前主流的电热水器的漏电保护主要有防电墙技术和3级断电保护2种，一般国内的大品牌都有防电墙技术，可以把电流过滤掉，安全性高。国外品牌使用的是3级断电技术，带有这些安全防护的电热水器，安全性都有保障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选择一些专业的大品牌，技术比较过硬，同时具备防电墙、防干烧、防高温过热等技术，使用时也更加安全。5. 看节能等级，电热水器的日常使用频率非常高，基本每天都会用到，所以它最大的使用成本就是耗电量。如果热水器的节能方面做得不好，那么每个月要支出的电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特别是在冬天，热水量的需求会更大，也就更加耗电。所以想要节省使用成本，那么选购电热水器一定要关注它的能效等级。比如市面上一些低端的热水器，虽然价格比较便宜，但是基本都是3级以上能效等级的，平时使用非常耗电，所以不推荐大家入手。那么同等配置下，建议优先选择1级或2级能效的电热水器，价格方面可能会贵一些，但是产品在节能省电方面会做得更好，从长久使用上来讲，性价比会更高。6. 看辅助功能，选择电热水器除了关注上述几点以外，有些中高端的产品还会有辅助功能，比如杀菌功能、远程 APP 操控、定时加热、中温保温功能等等。那其中我认为比较实用的就是定时加热和保温功能。定时加热功能可以提前预约热水，节省时间效率。
保温功能是可以把水温控制在合适的温度，保障咱们全天随时都能用到温水。当然，这些辅助功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。最后还要说一点，就是电热水器尽量选择知名度高的大品牌，产品质量稳定，售后服务也到位。就市场占有率以及用户口碑来看，国内品牌首选美的和海尔。如果考虑性价比的话，万家乐和万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如果考虑中高端产品、好评率不错的外资品牌，可以看看史密斯和阿里斯顿。